生关键时刻，全世界都想要问，都在看川普什么时候要动伊朗，因为川普的发文让大家真的是心惊胆跳。川普说，他现在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已经开往了伊朗，而且强大的力量让伊朗别小觑，而且他已经下了最后通牒，你伊朗赶快上谈判桌来。如果你今天不好好谈判，不签下协议的话，这次的攻击会比上一次午夜重锤还要来得凶，你不会期待这种事情来发生的吧？川普这个贴文出来之后，世界恐慌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所以你看到今天石油涨，原油涨了，已经到了70块一桶了。白银涨了，而涨最多的是什么？是黄金。而这个黄金一涨，代表什么？美元当然就会来走弱。而美元一走弱，你看到这个线图，这线图真的是川普想要的吗？答案是对，因为川普就想用这一局来创造自己的一个棋，来创造自己的大局势在上面。而我们知道，现在国际局势，伊朗已经被美军跟盟军全程包围了。只是我们没想到的是，真正被打的是谁？是印尼。印尼遭受到了经济的轰炸，你看到印尼的雅加达综合指数连2天哦，跌8%，第二天可能跌9%。美国就是要做一个全球资本的重新分配，他要把所有全世界的资金都要吸入美国来。所以国正，我们昨天才讲5300块的黄金，我都很后悔我没有买了，结果今天一转眼时间。5511块，可能再没几天攻到6000了。对，你没想过黄金会涨这么多，但是这全部的起因就是川普的一则贴文，竟然影响了全世界的资本流向，所有的钱都流到了他想要流去的地方。你看，川普贴文是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开往伊朗，而且动作非常大，充满强大力量、热情与明确的目标。对，还有什么林肯号啦、亚伯拉这些都会去，然后希望伊朗能够小心。川普关注给大家，可是这个贴文出去还没打，你知道有一个国家都倒霉了，叫做印尼。印尼的股市竟然啪就趴到地上了，一度跌了10%，启动熔断机制，就是跌太凶了，必须停止交易，半个小时内再重新交易。而且整个美元指数竟然美元大跌，创下4年来的新低。所以美元大跌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预想，石油就会涨上来，黄金也会涨上来，白银也会涨上来。川普的一则贴文改变了全球的，包括金融商品、包括股市，还有资金的流向。对，只有他才有这么大的威力。那川普想做什么呢？其实川普想要的就是他要重新让美国的竞争力变强。所以当他看到中国在囤黄金、卖出美债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盘这场戏了。盘这场戏是什么？让人民币升值，让其他国家升值。所以这个贴文出去之后，美元当然是大跌嘛，跌了4年。可是澳币、日元、瑞士、欧元这些钱，或者联动的债务、黄金，全部跟着大涨。你看黄金涨这么凶，对，谁会涨？有金融商品或者是有矿物的，澳洲就马上跟着涨了。还有中国大陆不是囤了很多黄金吗？你的人民币也会跟着上涨。所以从头到尾都是川普在下着一个局，然后大家在不知情的情况都入局了。他调动了一大堆航空母舰压境的时候，压到伊朗的时候还没打，他想要达到的效果都已经达到了全世界金融市场。所以川普讲哦，他在爱荷华州在宣传政绩的时候，他突然讲到这件事情，说，这很棒啊！如果你看到日本跟中国过去我们跟他在竞争的时候，美国跟他竞争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会失业？美国工业会失去，是因为日元在贬值，人民币在贬值，他们压低汇率。造成我们的不公平，所以我们很难跟他竞争。对，所以川普现在，我自己下场嘛，我自己在改变全世界资金的流向，所以现在可能会有下任联主席的人选，但是重点是川普一样不用联准会的主席来做工具，对，还没上任，我直接用舰队来改变整个全球资金的流向哦。而且你可以看到，他直接说，同时川普表示有另外一支舰队正驶向伊朗。这才是真正的杀手锏。对，这就是美国国家的力量。美国有能力，川普直接用一则贴文就改变了全世界资金流向。所以你现在手上有黄金了，你要注意川普他接下来动作是什么？他每个贴文都会影响到你的财富跟台币的汇率哦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知道吗？
这是很有趣的。日本最近也陷入一个两难，到底日币要不要升值？所以你要去日本玩了，要赶快小心，日币可能要上涨了。为什么要上涨？你知道吗？一通电话，美国财政部竟然在1月23号打出一个神秘电话，原来他有这个机制，叫做汇率检查，他们的官员会自己打去外汇交易商说，你们现在日元对美元，你愿意在什么价位成交？接到这通电话的外汇商会吓一跳，你知道吗？已经15年没有接到这通电话了。然后这个是白痴问题嘛？你怎么不知道现在日元多少钱？我上网查一下我就知道了。电脑打开就有嘛。可是这叫明知故问嘛，也是一种暗示。暗示什么？我现在正看着你在干嘛，然后我正在评估我们要不要干预市场嘛，然后下一步的方向就是我想要方向嘛。这3点当然就是要告诉这些外汇商，其实我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定日元的汇率，你们必须听着我的动作做，不然我下次就搞不好跟台湾一样嘛，央行会请你喝咖啡，会来打电话来关切我们嘛。好。上一次我为什么说15年来美国没有拿出工具对付日本呢？是上一次是2011年311大地震，因为那时候日本经济产生大幅的变化，所以美国也曾经做过这件事情。财政部打电话去关会外汇商说，你们现在打算做什么？结果这通电话，然后我是说1月23号，日元马上上涨，所以台湾今天的新闻马上才打完给日本的外汇交易员的时候。台湾也出现这篇报纸华府智库外交关系协会说，台湾的后门货币操弄，也点名我们了。对，华府的智库外交关系协会赛社就写一个文章说，你们台湾怎么干涉汇率了？我都知道，你们用寿险业者大量买入美元嘛，所以当你们买卖的时候，你们台币就可以操纵汇率吧？你们想要高想要低都怎么做？这篇文章是什么？就是此地无银300两嘛，我知道你怎么玩的，你就是我看着你这么做，我都知道，那代表什么？不就跟刚刚的打给日本的电话一模一样？一模一样。所以此刻是什么时候要做什么？我们正有82家台积电供应商准备要去美国投资，那政府发照了信保会利贷，从很多国家的银行都希望说，我借钱给你这些台湾的银行，能够去美国投资。那如果台币的汇率涨一点，美元变便宜，你会不会发现去美国下聘很划算的？对呀，当然很划算了。所以美国在做什么？希望大量的资金回流到美国去投资，让川普再度伟大嘛。日本、台湾都同样上演这件事情嘛。所以你看一个人贴文，看一个官网，白宫的官网就可以看出那个玄机了。你看川普去年做了收关税这件事情嘛，现在他贴了一个帅帅的川普，真的是伟大的川普。他现在告诉别人，他已经美国在投资美国再伟大，已经达到9.6兆美金了。其他国家不管是国家决定投资或私人投资，已经9.6兆美金。而且这个新闻白宫贴出来的，这不是小道消息他想要干什么东西，他已经讲得明明白白了。对，然后我们仔细去看这些国家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川普竟然海外的投资或美元投资已经9.6兆，大量资金，这叫资本重塑，世界资金流向，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、卡达、日本、脸书、苹果，就是我们白宫晚宴那个嘛，还有沙特阿美啊、沙特阿美，还有辉达。那台湾没有在里面，有啊，我们当然把它找出来。台积电在里面，大家都变成美国再度伟大的成绩之一。川普真的是变成9.6兆，如果他要竞选，要美国其中选举的时候，他只要拿出这个，我有没有达到这件事情？有，所以只是一个Twitter贴文，再来打个电话发个文，全球资金就大动荡了。甚至你知道印尼这个国家有多惨吗？对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，川普贴一个贴文，你知道很多机构或信评机构或指数公司都必须要做一件事情，是他要提醒这些资金必须要从哪些地方撤出了对这个叫 MSCI， 他专门在调整指数，决定那个国家到底能不能布局多少。结果因为伊朗的危机，他必须马上告诉别人是什么？这个国家是有风险的，特别是印尼是什么？印尼是亚洲的委内瑞拉。什么叫亚洲的委内瑞拉？是它跟中国高度联动性，它的煤炭、它的矿产大量是中国投资，甚至大量卖到中国去。所以没想到一个推文竟然让印尼股市大幅下跌，礼拜三已经跌了7.4%，对，今天一开盘又跌了7.1%收盘它一度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急挫10%，它直接全部跌停啊！就好像我以前不是常常开玩笑，股市跌到几点？跌到9点，因为9点之后就不会再跌了，9点0分都没有。还暂停交易30分钟，因为全部趴在地上嘛。好，所以国文哥，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今天印尼的股市遇到这个事情，跟我们前天讲的斩杀线是一样。今天川普只是发一个贴文，把那种战争的情绪给他逼了出来，然后所有的外资不敢去投资，而且外资的钱撤出了，撤完之后钱到哪去了？就回到我美国这里来了。我们自己举这个例子哦 ，MSCI 同时调整了一些中东国家的指数哦，一样都必须要移动资金哦，资金必须要马上大挪移哦。川普一个贴文，航空母舰一逼近，说我要准备对伊朗动手，我要预告了，他竟然没真正动手，资金已经开始在动了。而且我们把数字算一下 ，MSCI 如果调降印尼哈，它必须会有130亿美金的钱就必须要搬走，因为你要必须离开这个，这样按规定这样。对啊，如果高盛集团预估，如果印尼从新兴市场变成前沿市场，一直就有点危险的地方，它可能被动基金哦，我们还常常买被动 ETF， 就必须要再卖78亿美金，一定要卖掉，因为这是规定。再来，如果富时罗素也是一个信评机构，他如果要评估说，印尼其实风险嘛，因为2个都调了，你还会有56亿美金的外流，钱都必须要离开，这很可怕。这是130亿加78亿加56亿，都从你的印尼股市拜拜，都走光了。对啊，这只是川普一则贴文了，其中一个国家把它拿出来了。那接下来谁会影响？就是很轻松的印尼王永庆，光这波跌幅，他跌了110亿美金。印尼的王永庆，可是它背后代表是什么？这些资金的外逃，本来这些资金是谁的？有很多是跟中国有关联的。对，因为这个彭云鹏他本身是一个广东汕尾出身的人，那他过去几年靠什么发财？靠的是做石化业跟能源业，所以他被称为现代版的印尼王永庆。对，他财富增长其实是靠地热啊、能源啊，还有做石化业，股价大幅上涨。石化公司它股价涨上来，跌下来之后，这股价你看过去5天跌了10%多，对啊，这好惨这我已经到底了。这就是我们看到所谓资金外逃的力量有多大，这些人身价直接跌下来。那为什么川普在做这件事情，或美国做这件事情，其实针对的是谁？针对的是中国。我们来看彭云鹏，他讲过什么话？他讲过一句非常动人话，包括印尼啊发展的过程中，成为印尼首富之后，他说印尼是我的家，但中国是我的根，所以你都可以找到啊。他跑到中国去访问中国啊，跟中国捐钱啊，从来没有离开汶川地震啊，春节的时候还回去祭祖啊，而且生意还跟中国高度的连结。为什么我会说印尼是亚洲的委内瑞拉？我们来看这些图就可以看到说，它为什么成为印尼首富，跟中国的力量在那边有什么关系？因为印尼有什么丰富的镍矿，那镍矿可以拿来做什么？电动车一定要用镍矿跟钴矿，所以中国的势力大量跑进来印尼这个国家去投资，盖了非常多的镍矿厂，就很像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发什么石油都是中国投资的，印尼转过来就是大量的矿业。那彭云鹏做什么？他成立了，他做石化嘛，所以他做了大型的氯碱工厂啊。氯碱工厂卖给谁？卖给中国的镍厂，它是一个很重要关键原料。再来，中国很多的巨头，包括大企业，包括格林美这些公司，跑到印尼去投资镍矿的时候，彭云鹏做什么？他做采矿服务跟基础设施，然后他还共同参与一些合资计划。你看，他们一起合作的合资计划，所以怎样？中国其实他在落地的时候，或中国跑到印尼去投资的时候，跟谁合作？在地的人是谁？就是彭云鹏这个集团。所以彭云鹏他根本就是中国跟印尼的中间人，而且他帮忙中国，不管是要做投资、找学生相关的东西，就靠他。就因为跟中国这么密切，他当上了首富了。对，这几年来为什么当上首富，就是因为中国的资金大量投资印尼，所以他就变成首富，他发财了。他代表是什么？亲中路线，把印尼的资源作为中国拓展到全世界电动车市场一个很重要的支柱。可是川普最讨厌就是情，所以川普上任就在打这场资源跟矿场还有特别稀土的战争，所以他有所谓去中国化的。所以彭云鹏现在怎么样？压力非常的大，因为美国的关税或补贴政策要求是排除跟中国关系，特别他还说，如果你电动车的材料超过25%来自受关注的外国势力，简单讲就是讲中国嘛，中国就不可以美国就不可以免税哦，甚至他还逼过印尼说，
你如果继续替中国洗产地，我还要加你关税。它的生产大跌，就是因为很多天然资源，它其实就是中国的白手套或者是中间人。那这刚好是川普想要打击的对象。所以刚好川普这个政策或者是这个贴文，其实刚好一石二鸟，一改打赢了矿场战争，二来是让全世界的资金重塑流回美国，所以最受伤的是谁？中国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所以印尼就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在川普这样的打击之下，他的矿业公司开始怎么样？付不出薪水，暴动了，维权了。所以中国公司很常做什么事情？他一边跑了这么多人，他是直接到里面打砸抢的，又出来把钱给我。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哦，我们曾经在越南的时候采访中国钢铁公司，它动辄是几千个人哦，它会大量的去筹资之外，也会引进中国工人。所以为什么印尼人会愤怒？是因为他发现森林里面其实有几千个中国外籍劳工，所以公众会很生气的是，你跑来我们印尼挖我们的矿，然后赚我们的钱，还引进大量的中国劳工，所以打人是这个原因。然后你薪水还欠薪水，不愿意给予，所以现在把中国监工拖出来打，直接在打架。印尼现在就变成陷入的困境是镍矿开采越来越难赚到钱，你要卖到全世界会被美国惩罚，所以就赚不到钱。所以他未来怎么样入美，怎么加入美国队，就是变成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美国他根本就把一件事情来做，就是他等于把委内瑞拉的模式放到印尼上面去了。我把中国势力赶走之后，就我来进来，而且人才这段我也完全都吸纳了。所以未来会变成什么秩序？再来这些矿业又会开始恢复正常，但是美国就会，我把这些矿业交给印尼人好好的经营，未来印尼就扶植起来了，印尼就一起富裕发大财。重点是这些关键矿场要怎样？在美国的监督之下，美国的资金投资下，就可以重新繁荣，变成怎么样？入美这件事情就变成印尼未来最重要的未来，而且全世界资金也一样在发生这件事情，如何入美就可以发大财。钟哥，我们刚刚讲川普一个贴文，整个世界的这种全球的资产已经重新分配，结果没想到他更狠的、更厉害是什么？昨天这个画面，哇，好多人都吓傻，这是一个世纪同框的画面。川普竟然牵着尼基米娜走上台去，不要忘了，尼基米娜当时多恨川普啊，多讨厌川普啊！这个合照，这个会见，全世界都说，现在川普，现在世界已经活成什么样子了？没错，我们看到这个尼基米娜，她事实上非常知名的这个饶舌歌手。那在过去2016年那个时间呢，因为她其实是海外移民过来，移居美国。那因为川普不是反移民嘛，他对川普很不能够谅解，就没想到，他居然现在呢站在川普的身边，而且大家如果注意到哦，川普来的时候是他牵着这个尼基米娜的手啊，牵过来啊，两个人非常的这个亲密的这个样子啊哈。然后他就说什么？因为什么他会出席这个场合呢？主要就是因为尼基米娜出来帮这个川普背书，因为川普有一个叫做川普账户，对，川普账户不是就说了，我要针对未来美国出生的小孩呢，你出生的时候呢，我美国政府就拨给你$1000，然后$1000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投资这个美国的 S&P 500之类这样，然后你以后长大，你的教育可以用，或者用在你的退休金这样，他是出来挺他的。他就说没有错，他说我会说，我大概是总统的第1号粉丝，对，而且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。他的背后有一股强大力量，而且上帝正在守护着他。我是川普的头号粉丝，对，没错。然后还有说，外界对他的批评呢，只会让他更支持川普的一个状况哈，所以他也是来支持这样一个状况。好，那我讲，因为川普不是有这个账户吗？川普账户来说，很多人捐钱嘛，就尼基米娜来说，那我也要捐给川普总统，我捐的大概15万到30万。你看他们两个整个场合里面是非常非常亲密的这个样子，大家想说哇，那也太夸张了哈。那除了这个讲这个所谓这个川普的这个川普账户之外，尼基米娜马上之后呢，他又在他的这个 S 上面贴出一张这个卡，川普金卡，对，没错，这张卡是这个现在很多人想要的这个金卡哈。但是川普金卡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去美国有个绿卡，然后还有这个EB5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临时居住法的这个所谓签证，那他现在就用这一张，你只要说如果你有$100万的话，你就可以买到这一张这个金卡，对，或者说如果你是企业的话，你是要花$200万，那企业是给谁？假设说，今天东升要把你派到美国去啊，我给你到美国去，200万买了这张卡之后，你就可以到美国去了。对，那好，你就可以拥有这个居住权。假设你哪一天你不在东升的时候，我就换谁？换张兆和，或者换另外一个人去，这样一个状况。好，这样就是可以
企业可以换，就是200万。对，还有另外一张是500万。另外500万的说法是可以免税，就你在境外的所得是免税。这个卡来说啊，对很多高资产的人呢更希望。那我不知道这个米娜是买哪一张卡啦，但是他拿了这张金卡就秀出来，表示说我对川普总统的挺。你看。川普赞助他来直接捐钱，对，然后你那个金卡我马上买一张，所以呢他真的是头号粉丝啊哈。那为什么我就说让人家有点这个浊世心扉的这个感觉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事实上他目前为止已经在美国拿了12座这个格莱美奖，但问题是他出生在千里达还有这个托巴哥啊，这是在这个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国，而且他过去来到美国，其实坦白讲，他就是个非法移民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就说，他当时的时候2018的时候，他曾经是好莱坞反对川普零容忍着移民政策的最强，他那时候一直讲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那时候一直在那边说，然后他就说什么，当时就不是有政策导致5000名的孩童在边境被父母拆散，对，他还自己说我就5岁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然后这样他就说我如果处在陌生地方并与父母邻居会怎样的恐怖，这对我来说太可怕，他还骂川普啊。就没有，你看他当时是这样的骂哦，这样骂的时候就没想到现在就不一样。那他还说什么？我的父亲不止酗酒吸毒啦，甚至这个纵火烧死他的母亲啊，这段过往让他被视为是民主党的潜在盟友。也就是说，民主党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出身嘛，少数族群啊，然后可能移居到美国来的，就没想到他过去被认为是民主党的人嘛，哈，就没想到这一次他就挺了川普，哈，挺了川普的时候，然后后来就有人问他嘛。问他说：“你会不会想要未来的这个为未来做一些改变？然后他就说，那要包括说加州州长纽森，因为他在加州嘛，所以人家就说，因为未来纽森可能会是挑战川普，挑战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。他说不，纽森不想做出改变，绝对不想。然后他用一个纽斯昆 New Scum， 事实上是。”共和党在嘲笑纽森用了一个话，这就是新的人渣，只想要出头，那根本不想在他的这个时间或生命里做出任何有公信力的事情啊。所以他完全变了样，他直接，而且他也知道川普跟共和党现在最要打谁，纽森，我就往纽森那个杀下去就对了。后来这个主持人问他说：“那你觉得这个贝森特在这个达沃斯会议上面批评纽森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作战。”他说呢，这个所谓这个贝森特讲出重点的是我心目中的新英雄。贝森特是他的英雄。对，因为是他那种如此冷静而且自信的，彻底的击溃了纽森，所以等于是说，你看他现在等于是这个米拉完全都是跟川普完全转在一起，所以大家觉得说哇，没想到现在有一个超级川粉啊，可能会让川普的这个支持度会有一个上升的这个状况。好，那我们讲，事实上你看川普一直在狂推这个所谓金卡，我跟他讲，事实上也没错，事实上我问了很多这个一些。我认识的一些比较高资产的人士，他们的确是希望说去买这个川普的金卡，而且现在最多人是什么呢？最多是中国人，因为中国很多中国的这个企业家，他正想要逃离到这个美国来，他刚好有这个管道非常好啊。你看过去他就举一个例子，他说有一对夫妇，因为过去有中国政府的这个背景，所以他们在申请美国10年的这个所谓 EB 这个所谓10年旅游的这个 B1、B2 签证的时候是没办法过的。但是现在，如果你能够交钱100万美金来说，就可以申请金卡就 OK。不过你不是说你花就可以了，这个其实还是要针对美国国安单位的审核。审核过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拿到这张金卡，这样就状况。所以我在说未来啦，我们知道未来，我们知道富人过去在炫富的时候都拿出什么？我有这个美国运通的黑卡之类的哦，这个现在没有，现在未来是秀出这个金卡，川普金卡，你的多少钱？我的是300万的，宋哥你的是500的，对，那这个就是这个未来身份象征的这个不一样了。所以我就说，你看，我就说川普的确蛮会搞的。这一段时间里面来说的话，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最近不是爆发在明尼苏达州爆发一些 ICE 执法过当的事情吗？很多人在网络上就开始在那边发表，可目前问题是，他们过去可能都用在抖音平台。就目前为止来说，抖音平台很多人就说：“哎呀，怎么现在变得这个？过去你们说抖音是这个舆论控制，你们现在才舆论控制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啊，这就有一个用户，他过去的这个观看数的时候，都大概有55K 左右，然后还有说100多万呢，170多万这么多，但是没想到他讲到这个。讲到这个点阅率就大幅的下滑，触及率就几乎是0的一个状况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跟你讲，现在的 TikTok 是谁？现在 TikTok 已经是变成是这个甲骨文的这个 Larry Ellison 嘛，他本来就是为什么他能够甲骨文为什么这一次能够买在抖音，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川普的铁中粉丝嘛。那我就讲，如果你是川普的铁中粉丝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在报道这个所谓明尼苏达这个事情，就明明对川普不利啊，川普又不让你看。
不然你看到就没办法看。所以他们现在很多人就说我们要离开这个抖音的这个状况。所以事实上反而现在你看。川普现在真的是，他拿到抖音的控制之后，他就开始在抖音里面，这个虽然不是他自己做了，但是下面的人总会拍马屁嘛，就开始说啊，好，不要这样做。你看，他有看过Minneapolis 执法乱局相关的视频大幅的下降，而且上传的时候面临时间比较慢，就是你要传很慢，完全都锁定，只要跟川普是有关，对负面东西是。你就不要想上架，没错。如果是正面，我就帮你推，对，就演算法，我让你点赞更多，让你观看数越来越多。对，很多人就说啊，那还不是跟中国很类似？但是因为这是 Ellison 自己要拍马屁嘛，哈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过去的这个字节跳动来说的话是这样的状况。现在因为现在的字节跳动里面有这个甲骨文等等企业，那甲骨文当然这个 Ellison 当然穿黄了马屁要拍一拍，所以这件事情他就稍微有一点点动手脚。好，不过这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其实呢，美国现在的这个状况里面来说，里面的确政治氛围来说，两边的对峙的局面相当强烈。对。不过呢，川普现在没有不管这些，反正川普呢这任期就只剩下3年多的时间内，他全力拼他的经济。你看，他昨天还在他的这个 True Social 上面说啥？你看美股创了7000点的这个历史新高，好棒棒。所以说，川普现在真的是全力在拼他的经济啊。宇轩，我们刚刚特别讲到，川普一个贴文把全球的资本重新分配了下去，但没想到是什么？马斯克也说，我也要把我的所有事情来做一个重新分配。他之前不是有 Model X 跟 S 吗？他现在要停产。他停产之后，他要干什么？他现在要做的是完全有一条生产链去弄他的 Optimus 的机器人。你说这个是马斯克的 AI 商业帝国，真的要成型了？张小编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为之振奋的消息。原本大家最担心的时候，包括 Model S 跟 Model X 呢，它在整个销量里面大概只剩3%以下，也就是呢没有卖多少钱，而且整个电动车市场已经被中国搞混了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他竟然跟你讲说，我这个工厂不生产了，未来我要做 Optimus， 而且 Optimus 我可能会做上百万台。那我问你，我如果请员工的话，一年要不要花个80万、100万？绝对要。但我请一台机器人的话，来，它可以无限50年、100年一直在那边抄下去，所以我1年就回本了。所以你看哦，他开始跟你讲，这是2023年哈，来，我跟各位报告，他那时候使用的这个 Optimus， 你会发现哦，那时候有没有走个路，跟他老人学步一样，还是有点傻傻呆呆的，对，完全行不通。就到2025年 December 的时候，你看哦，会照，各位飞，会记，各位蹦，各位跳。整个人完全灵活起来，北站起来了，跑起来了。对，到股东大会的时候呢，他可以干嘛？也跳步哦，载歌载舞，然后身体那个灵活度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整个如此的溜，如此的丝滑，手还可以随之摇摆。那到现在呢，那个创那个创战神是一部最新的这个电影嘛？你看到他还可以打中国武术，然后全身一身黑，配合这个创。宇轩，他连这个打这个什么拳的时候。这也太流畅了吧？对，跟中国那个差太多了。照我跟你讲哈，很多人都会讲说，宇轩，你这跟中国有什么差别？来，我跟你讲，差别可大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那个是设定好它的程序，对，然后呢，按照它的程式代码去跑。但你刚刚看到的武术，跟你现在看到的 fist 这我们讲击拳以及相关的打，它是干嘛呢？它是用它自己的大脑所做出来的相对应的判断。换言之，这没有人在后面拿遥控器，也没有给他预设任何程式码，而是他自己学来。你叫他表演，所以他表演给你看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才有办法在实物上派样使用。比如说，你今天要他进行工厂，让他当一个我们讲苦工，他可以干嘛？他可以去拿取、装取，然后呢，相对应这个非常流畅的动作，你会看到，对，他跟一个小女孩来装爆米花，你要爆米花是不是给你吃？然后呢，装完之后你看很细腻，还知道小女孩在哪哦，手递给他，然后递完之后还会挥手，然后还会比耶，所以代表呢，他看到你要拍照，还会跟你比耶。宇轩，这个画面很可怕，为什么？爆米花不管是用纸或者是那种盒子，那个一轻轻一捏，那个是碎了。对，如果机器人没有那种很敏锐、很那种触感的系统是在上面，他一拿那个小孩子终身会有噩梦的。对，所以你说有多敏锐呢？来，他连衣服都可以折。对，这衣服你不要讲机器人了连我太厉害了吧！我本人我都没有办法折衣服。我都不知道衣服，因为我每次都折得一塌糊涂，最后就一坨酸，就随便的把它塞进去好了。你看啊，它如此的 gentle， 然后这样慢慢的、细细的，因为那是柔软的东西耶，它都有办法去掌握来。而且我跟你讲更可怕的好不好？那个时候用的是旧的晶片，对，还是好。我们现在讲都靠训练，那个是用 HW4， 也是 Hardware 4， 那是旧的。那你知道吗？他现在跟你讲说，我新一代的我要开始搞起来了。首先，这个东西叫 AI5， 未来包括它的机器人，包括它的自动驾驶都会用这个。再来，你仔细看它的毛利率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开始结构性的变化。什么意思？它的毛利率随着销量的下滑，
却开始逐步的在改善。那代表一个概念哦，它要在人形机器人以及自动驾驶里面回收，而仰赖的是谁呢？就是这个 AI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特斯拉可能在传统的销量上面可能已经降，对大家就你赔钱啦，但没有哦，它的毛利率已经在改变。当毛利率越高，代表我才有真正的赚钱。对，而且你说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机器人，就是他自己搞的晶片。我之前跟各位讲了，这个 AI Five 啊，这是它最新，可能在2027年会开始大规模量产。对，2026年我们今年的年底就会开始量产。你知道它真的特别在哪里吗？来，我跟你讲，它只要800瓦而已。你知道什么叫800瓦吗？省电的。对，那为什么它要省电呢？因为它要装在车上。所以以前我们用 HW4 的自动驾驶，你知道它多笨吗？它等于说我今天得到这个讯息，镜头进来之后呢，我要先按照人工的程序设计，然后人工的相关的代码的指引，然后把这个算完之后呢，它才会变成你方向盘的操作。对。但未来不是，未来用端到端。你知道什么叫端到端吗？也就是我今天摄影机看到，我打到这个 AI Five 里面，这个 AI Five 它不需要任何的人力帮忙，它直接传输到方向盘里面。换言之，它变成是赛车手。以前那个叫自动驾驶，对，未来这个它就是一个赛车手，所以这反应速度会快上我们讲10倍、30倍，跟现在那根本就没得比。而且加上它所谓的省电以及它的整个功耗的这个关系呢，它会变成是一个 Elon Musk 的未来途径的差别。而且你知道，它这个号称哦，这是 Tesla 号称它是小的 B200。你知道什么叫小的 B200？因为 B200是大型伺服器在用的，对。但它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这是边缘运算。也是它是装在车子上，对，装在机器人上，所以每一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小的大脑在里面在运算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要搞这个吗？来，这是他伟大的蓝图。然后 AI7的时候，他自己想的哦，他跟 Dojo3合在一起，他要干嘛？变成是外太空，外太空的运算。所以赵总，你有没有发现它距离地球越来越远？对，它一直在往哪里前进？火星，它往火星前进啊！但因为你去火星，你不可能仰赖人力嘛。但我跟你讲哦，这时候有一个最大的瓶颈跟障碍是什么？人的身体机能，我们没有办法去适应火星。就他现在做一个很可怕的实验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 Neuralink， 也是所谓的神经连结。找了21个，这是人体受试哦。原本这些人都是因为因病工伤产生身体上的瘫痪。对。但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他把微型的一个晶片植入到这些人的大脑里面，而且这些人是什么？他是脊髓有损伤，等于是他只能瘫坐在那的，动都不能动。对，动都不能动哦。他把它装进去之后，你干嘛吗？他用大概我们讲的1000多个这种很细小的探针，直接插到他大脑里面去，听起来像科幻片，对不对？对。结果他这个晶片一使用之后，你知道吗？他可以用念力感测去控制电脑，所以你看哦。这就是做脑机，然后你看现在是玩游戏，对不对？他还可以跟他小孩子用这种脑波的方式玩 Switch。对，他是在打电动哦，他在打电动哦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只是精神上的。你像哦，比如说这个有一个人叫 Paul， 他坐在椅子上嘛，他玩这个，因为你说 Switch 那个还算简单游戏，这个看起来像简单吗？这超复杂的游戏。对，这个叫做战锤4万破晓之战，他利用他的指路物。直接控制他电脑，你现在看到的每一个场景画面都不是用手去用滑鼠哦，他是用他的意志、用他的意念、用他的脑子去控制的。对，我没有跟你夸张，这游戏超难的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认真的，所以它的细致度以及它的控制能力已经到达一定程度了。来，那再来呢？甚至有一个人哈，他是要吃饭，那因为他手有点问题嘛，所以他就坐在椅子上呢，然后开始用他的机械手臂来，你看哦，这是他用大脑控制，对，他要干嘛？他要喝水。然后喝水之外呢，他可以干嘛？他也可以吃东西，所以他可以利用所谓的液体。人工液体哦，就义肢的义，身体的体，来去替代说，即便他全身上下都已经瘫痪了，他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功能。玉峰哥，我们刚刚看到，伊隆马斯克也太狂了，那些所有的 AI，所有什么都让我们非常的惊艳，但是也让我们没想到是什么？你看到这个画面，乌俄战场，有出现企鹅，那说企鹅是真的是企鹅？没有，现在的俄罗斯的军队也太可怜了，要扮成企鹅来躲无人机的。对，这个世界上面来讲，有高科技 AI 一直在发展，可是你看乌俄战场上面，现在好像回到了更过去的一个时代。对，这个东西你看一下，你以为是什么？万圣节有人在扮国王企鹅吗？其实不是，他是俄罗斯的士兵。那你就想嘛，俄罗斯的士兵这个是要干嘛？要取暖吗？不是，因为里面其实有一些金属的一些东西，而这些金属的材质呢，可以让它干嘛？让它隐藏起来。对，没有热源的话，他会觉得说，过去你没有热源，你就被隐身了嘛。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打电动那个天堂的隐身斗篷，可是呢，你穿的企鹅。在这样第一视角无人机眼里的话，你好明显哦。对，原本还没看到你穿上企鹅之后呢，你现在体积变大了，然后呢，砰就把你爆头了。所以呢，现在来讲的话，乌俄战争现在来说的话，在俄罗斯真的是越来越困难。好，另外来讲的话，你看到这个没有？
这个其实这个也不是用红外镜的镜头拍的哦，也是直接拍到的。对你要隐藏，你就要隐藏好一点。你看这样子走，你觉得不炸你炸谁啊？所以呢，过去来讲的话，他们会觉得你在金属材质，然后放在这个斗篷里面的话，你可以把怎样把你的热能给吸收掉，把它给辐散掉。这样子你就不会被发现了。可是现在不用，现在都用什么视觉？视觉什么意思？现在的无人机就像是我们的眼睛一样，你不用红外线，你就可以看到它们了。所以今天隔热装你反而穿上去之后，你反而成为靶子了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你看到的这什么啦？是真实战场哦。你不要说的话，大家会以为是什么？是不是有一些这些游乐场，大家穿在那边碰来碰去？其实不是，它也是一样的原理。他就觉得用这样子把它穿起来之后呢，你的热能就会被包在里面，所以呢，大家就看不到你。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？这样子看起来多么的清楚，多么的尴尬。好，那你说到底有多么辛苦，多么的难啊？你看了吼，现在来说的话，你在打仗的时候过程你是要补给很多什么食物跟水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呢，它却没有保暖的链，所以代表什么意思？你现在水每一罐啊，矿泉水都变什么结冰水？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讲过，有时候你要开大卡车的时候呢，槟榔摊会卖结冰水。对，而这个真的是真实的结冰水。我看这个俄罗斯的士兵还没有葬身在战场上面，光要开这一瓶结冰水都非常的困难，然后到最后只能用舌头去舔，还怕它冻伤。好，另外来讲的话，有这一幕看起来也真的很难过，因为打仗打到最后鞋子掉了，你没有后援的补给，然后呢，你最后怎样用一个布包着脚？所以他的一只鞋子它不见了，对，只能用布包着。对，那边是-14度而且你看那个布布也掉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脚一定冻伤了，这个很有可能就要截肢。所以呢，在这种过程当中，他会不会被锁定？他也被锁定了，然后最后他就死掉了。所以呢，像俄罗斯来讲，真的是不停的投入兵力。你打仗，你会觉得你打仗，你的配备跟这个供给应该是国家出马，没有，你要自己骑马对，你要自己去买一些东西。你要自己买，难道也要去买马吗？这也太可怜了。为什么会出现马？我们来给看2次世界大战出来了，你看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马来运送？那就是因为他们大型的机具在过去2年、3年都已经消灭完了。对，所以现在除了马之外，以后还有什么？还有骆驼，还有驴子来进行运输。所以现在已经打到什么情况了？这什么远古时代的战法？对，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还在讲 AI， 还在讲 Elon Musk 的时候呢，其实世界上面的俄乌战争，现在最大场的战争还在俄乌，而在这个地方，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里面，你竟然可以看到还是用动物来驼兽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耀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